时下，全球的心理健康状况都在大幅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致力于创造比以往更多内容的原因。非常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的旅程。你如何看待自己？对自己的外表或行为很挑剔吗？当谈论到可能会破坏自己自尊的事情时，你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社交媒体的影响或有毒的友谊，但这并不是全部。你看待自己和与自己对话的方式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你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一些倾向，比如以一种自嘲的方式思考。所以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这支影片就来说说7件正在摧毁自己自尊的事。1. 设想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总是认为自己知道别人对自己的感觉吗？假设有一个朋友突然行为反常，你会一跃而起，相信是自己引起了他们的情绪变化吗？这种形式的过度思考会损害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并影响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记住，不是每件消极的事情都和自己有关，也许别人只是过了糟糕的一天，或者想着别人，认为他们的坏心情是自己的错，而实际上可能只是他们过去不好的经历导致的思维过程。所以当本能和这种模式重复出现时，不要忘记放松和安慰自己，和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朋友在一起也会有好处。感到不安全的时候，有朋友在，可以让自己安心。2. 背负着长期的情感包袱。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经历糟糕的过去，虽然不容易喜欢所有这些，但这些未解决的精神障碍真的会一直陪伴着你，阻碍你的成长。慢慢来很重要，也很健康。但是当你准备好迈出下一步的时候，开始与自己的过去和平相处才是上策。提醒自己，以前糟糕的经历不能定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只是回忆。通过宽恕、平和和接受，就能摆脱过去的力量，不再让过去控制自己。3. 放过自己。上次吃一顿健康的饭是什么时候？是不是经常睡懒觉、吃垃圾食品？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小事儿会累积成习惯，最终给自己传递了这样一种心理信息：你不值得付出努力。然后这就会导致绝望。一个关于改变心态的好建议是，想一想，如果你像对待自己尊重的人一样对待自己，这是你对待朋友的方式吗？如果不是，那么也许你的身体缺乏它所需要的呵护。可以试着为自己培养一个好习惯，并坚持下去，注意自己的感受，并继续这个过程，直到它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日常。归根结底，没有所谓完美的生活方式，反而一个现实的目标能让自己感觉更好，并培养一个良好健康的精神状态。4. 无情的自我批评。有没有总是执着于自己的缺点，不管他们有多微小？剑桥大学博士研究生伊德马尔·索兹表示，将你外表上的小瑕疵放大到被别人注意或评判程度的行为被称为聚光灯效应。这种经常担心缺点的习惯会损害一个人的自信和自尊，因为它会导致消极的思维模式。这种对自己不完美的过度关注也会导致无法专注或做任何自己想要享受的活动。所以，如果发现自己一直在为这件事烦恼，可以试着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用安慰和善意的肯定继续前进。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自己最大的敌人。通过学习如何改变自我贬低的习惯，或许可以慢慢建立起一个更好的人生观。5. 赞美别人的同时，偷偷的和自己比较。看到别人庆祝他们的成就时，你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咬牙称赞他们？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倾向于这样做，但这对一个人的自尊是非常有害的。这是一种自我破坏，因为你越是恭维别人的优点，就越会把他们和你自己比较。一旦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就会产生消极的自我画像。如果真的想赞美谁，一定要真诚，不是每件事都存在竞争。如果这是你真正纠结的事情，那么即使写一篇感恩日记可能会有帮助。感恩日记会有助于让自己学会用一种更友善的眼光看待自己。6. 倾向于使用总是和从不。你是那种会发表极端言论的人吗？也许你会说总是洗碗，或者从来不想看那个节目。虽然听起来微不足道，但这些永久的结尾词会让你的陈述听起来很绝对，让你觉得你无法改变它们。如果你不想洗碗，或者想看那个节目了怎么办？你可能会觉得你不能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不可挽回的。这就可能会导致信心的丧失、绝望的感觉。
记住，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总是有可能出现随机的下意识的时刻，所以尽量避免使用永久性词汇，也别害怕尝试新的体验。7. 忽略自己的情绪信号。你是试着理解自己的感受，还是回避他们？拒绝和抛弃是导致缺乏自信的因素。毕竟，如果你不试着了解自己的情绪从何而来，很可能你就无法恰当的应对或处理它们。感情是感情，它们是自发生成的，不管喜不喜欢，都会平生出来。因此，承认并确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很好的。如果感到难过，试着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接受、理解和处理它。如果感到了快乐，试着找出原因并表达感激之情。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能提升自信。你有这些习惯吗？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一定要点赞、订阅，并分享给那些可能从中受益的小伙伴。别忘了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一如既往，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